在中国，最稳定的职业是公务员。可如今，这句话的潜台词是，除了体制内，哪里都不安全。中国的考公热正在成为一面镜子，照出经济的冰冷与社会的绝望。当年，年轻人拼命下海，如今他们拼命上岸。当年企业家以为体制外是自由，如今连企业家都在逃离中国。2026年国考报名刚开放，短短一天，最热门职位的竞争比就飙到了1621，162个人抢一个铁饭碗。有人调侃这不是考试，这是抽签，但没人笑得出来。在经济崩塌的背景下，这场铁饭碗争夺战不再是为了理想，而是为了活命。中国的年轻人从未如此焦虑。10年前，一个公务员岗位大约40个人竞争，如今是162个，40:1到162:1，这不是数字的变化，这是社会的断层。山东济南铁路公安局某岗位只招1人，却有649人报名。国家医保局的综合管理岗位只要3人，却来了560人。这背后是成百万个体制外年轻人，在工厂裁员、企业倒闭、房租暴涨中被逼上考公之路。更残酷的是，许多岗位早已内定。烟草局、中石油、电网这些铁板一块的系统里，代代相传的体制血统比任何学历都管用。那些寒窗苦读的普通年轻人只是在陪跑。162:1只是个数字，背后是无数父母望子成龙的祈祷，是数百万应届生为一份稳定甘愿牺牲青春的妥协。更讽刺的是，岗位还在减少。2026年，中央机关及直属机构招录人数为3.81万人，比去年少了1600人，是近8年来首次缩招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连中国的养人系统也开始崩塌。财政部的最新数据显示，2025年上半年，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下降 0.3%， 税收收入下降 1.2%， 税收负增长，这在过去10年几乎是禁忌词。地方政府的口袋早已空了，土地财政断崖式下滑，连中央财政都在拆东墙补西墙。换句话说，连发工资都成问题了。缩招不是为了提高质量，而是钱不够。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在披露，截至2020年，中国财政供养人员达6846万人，从2004年的5212万人一路增长，几乎每年都在膨胀。按照就业人口比例计算，2004年财政供养在职人员占比 5.04%，2020年上升到 5.54%， 也就是说，每20个劳动者中就有1个在体制内吃财政饭。而且这还不包括那些离退休的体制老人。更夸张的是，如果按最大口径计算，包括编外、离退休、自收自支机构人员，中国可能有近1亿人依附在财政体系中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中国的财政支出正在变成一场自我吞噬的循环。纳税人养公务员，公务员管纳税人。这不是治理，这是吸血。再加上老龄化的到来，中国的养老金系统已成为一颗定时炸弹。体制内退休人员平均养老金6、7千元，体制外的企业退休人员只有3000出头，而农民的基础养老金143元，143元，1个月连买菜都不够。但在同一个国家、同一个天空下，体制内的退休干部却在悠然旅游、泡温泉。根据官方口径，中国的养老金制度采用现收现付制，也就是年轻人交的钱直接发给退休人员。但现在问题是，年轻人失业的失业，断缴的断缴，企业倒闭的倒闭，工资下降的下降，养老金的池子正在干涸。社科院的报告早在2023年就警告，
若无重大改革，中国养老金结余将在2035年耗尽。这意味着今天的年轻人可能连143元都拿不到。中国人以为自己在养政府，但其实是在养党。2005年，国务院参事任玉玲就公开指出，中国官民比达到 1.26 分，也就是说，26个纳税人供养一个官员，比西汉高306倍，比清末高35倍。到2019年，全国政协委员李东玉更爆出，有县级地区的官民比高达1:5，5个老百姓供养一个公职人员。这还不包括党务人员、国企高层、社团干部。在党国一体的体制下，全国上下的党、政、军、人大、政协，甚至工会、共青团，全都靠财政养活。任志强曾愤怒地说：“别用纳税人的钱去办不为纳税人提供服务的事。”北京大学法学教授贺卫方也质疑共青团为何由纳税人供养。结果，一个失去自由，一个被封杀，这正是中国体制的荒谬之处。在任何正常国家，党是靠党员捐款生存，但在中国，党靠全民纳税生存。这不是执政，而是附体。原贵州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杨绍正在2017年撰文揭露，政府占用税款和国资收益，每年供养党务人员和社团工作人员约2000万人，造成的社会耗损高达20万亿元人民币。这篇文章让他付出了自由的代价，被判刑4年6个月。可悲的是，他的警告正在一步步变成现实。财政黑洞越补越大，官僚体系越养越肥，老百姓却越来越穷。中国的经济不是增长乏力，而是被体制掏空。一个国家不能永远靠榨干人民去维持虚假的稳定。上世纪90年代，中国的青春热词是下海，那是改革开放的黄金年代，是敢为天下先的时代。每个年轻人都相信，只要努力就能出人头地。可如今，2020年代的热词却变成了上岸。这不仅是语言的转变，更是精神的崩塌。2025年的高校毕业生人数再创历史新高，达1187万人。但据人社部数据，同年应届毕业生就业率不足 70%。而在这 70% 中，大量人从事的是灵活就业、临时工、外卖骑手。曾经代表新中国希望的大学生，成了外卖员、快递员、客服员。那些本应去建设未来的年轻人，如今只想考进体制内，求得一份活着的资格。这是国家的悲哀。为什么年轻人拼命挤进体制？因为体制外太危险。2024年，中国私营企业破产数创下10年新高，房地产行业债务暴雷，民营经济遭遇寒冬。据国家市场监督总局数据，仅2024年上半年，中国注销企业数量就高达329万家。每一次倒闭背后都是几百个家庭的梦碎。所以年轻人说，我不想发财，我只想不被裁。公务员成了最后的庇护所。但可怕的是，这种安全感并不是社会健康的体现，而是全面焦虑的副产品。一个社会，当最聪明的人都去追逐最安稳的岗位，当最有激情的一代人都在写申论，被政治八股，创新、创业、冒险的火焰就被熄灭了。一个国家的未来从那一刻起就开始老去。看看今天的社交媒体，小红书上充斥着考公经验分享、国考穿搭体制内生活日常；抖音上充满了公务员工资揭秘事业编真香。整个互联网都在造一场体制幻想。年轻人不再讨论理想，而是在讨论单位编制。有人说，考上公务员，爸妈的焦虑就消失了。但谁来为这个国家的焦虑买单？体制内的人越来越多，体制外的人越来越少，出钱的人越来越穷，花钱的人越来越稳。
社会的金字塔倒过来，底层在流血，顶层在加薪。这不是稳定，这是慢性死亡。中国经济的真正危机不在外贸，也不在房地产，而在财政供养比。根据《经济学季刊》数据，财政供养人员6846万只是中间口径估算。如果把编外、合同工、国企职员、离退休人员全部计入，广义财政供养群体可能超过1亿2千万。也就是说，全国14亿人中有1亿多人吃财政饭。每一个公务员的背后是几十个纳税人拼命支撑，每一个编制岗位都是从市场经济抽走的活力。这就是为什么即便中国 GDP 仍在增长，普通人却越来越穷。因为财富没有被创造，而是被再分配、再消耗、再浪费。财政越供养，经济越僵化，体制越臃肿，创新越枯萎。这是一场温水煮青蛙的国家级衰败。当公务员考试报名人数突破纪录的时候，另一群人正在默默的失业。国家统计局2025年公布的数据显示，16至24岁青年失业率为 21.3%， 而民间估算这个数字可能接近 30%。 这意味着每3个年轻人中就有1个找不到工作。他们中有硕士、博士，也有985、211毕业生。有人说，我不是不努力，我只是被时代抛弃。与此同时，体制内人员的福利却在稳步上升。各地财政吃紧，却依然优先保障公务员工资、津贴、节日补贴。连河南、贵州等财政困难省份都出台财政优先保障体制内工资的红头文件。现实就是这么残酷，体制内越稳，体制外越穷。有人拼命考进去，有人拼命逃出来。可无论进去还是出来，都逃不出这个体制的牢笼。2025年，中国科研经费同比下降 4.6%， 是过去15年首次下滑。中小企业创新投资额下降近 20%。外资撤离潮持续加剧，外资净流出规模达到创纪录的3870亿美元。没有民间创新，没有市场活力，靠财政供养的经济，最终只能自我塌陷。今天的中国就像一个巨大的温室，体制内的人在温室里避风避雨，体制外的人在暴风雪中挣扎求生。但没有人意识到，温室本身正在坍塌。